嗨，大家好，我是60秒懂财经，新年快乐！现在是2026年初，相信大家刚领完年终，或是手边刚好有一笔红包钱，假设就是10万元台币好了。这时候你心里一定有一个超级纠结的问题：现在台股2万多点，感觉有点高，我这10万块到底要单笔 all in 直接买，还是分12个月定期定额慢慢买比较安全？网络上有一派人说 all in，all in 才是王道，拖拖拉拉少赚很多。另一派说现在局势不明，定期定额才能睡得着觉。今天这集我们不讲空话，直接用数据说话。我会帮大家回测历史数据，并且直接试算，如果你在2026年初把这10万元分别投入市值型的0050和高股息的00878，到底哪一种策略的数学胜率最高？结果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。影片开始前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。我们马上开始。首先，我们把感觉放一边，先看数学。很多人直觉认为定期定额比较安全，绩效比较好，对吧？但根据全球第2大资产管理公司 Vanguard 的研究报告，横跨美国、英国、澳洲市场的长期数据显示，单笔投入的绩效在 68% 的时间里是胜过定期定额的。这数据是不是有点反直觉？甚至有国内分析师统计，若以长期上涨的市场来看，单笔投入的胜率甚至可以高达 75% 到 80%。为什么？逻辑其实很简单，叫做现金拖累 （cash drag）。试想一下，你有10万元，你选择每个月投1万，那剩下的9万，在第一个月是不是就躺在银行里睡觉？在长期多头的市场里，现金的报酬率，也就是定存，远远输给股票资产。你把钱留在手上的时间越久，错过市场上涨的机会成本就越高。特别是我们现在处于2026年初，回顾过去2年 ，AI 浪潮带动了强劲的涨幅。如果市场趋势是长期向上，你分批进场，其实就等于是越买越贵，把你的平均成本蛋高了。所以，单纯就数学期望值来说，单笔投入 lump sum 是完胜的。但是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，懂财经，现在是2026年呢，万一明天崩盘怎么办？这就要考量到我们现在的时间点。根据过往30年的统计，台股在农历春节封关期间持有大盘，也就是抱股过年，开红盘后上涨的几率高达 76.7%， 而且如果是多头年份，开红盘后1个月的上涨几率甚至接近80%。加上2025年半导体业虽面临高基期，但获利成长预估仍有双位数。在这种基本面还有撑，加上季节性红包行情的背景下，如果你选择定期定额，把资金分散到未来12个月，你极有可能会完美错过年初这波最强的涨幅。所以，针对2026年初这个时间点，如果你问我数学胜率，单笔投入依然是赢面较大的策略。好，理论讲完了，我们来做个情境试算。假设你有10万元，我们分别来看投0050和00878会发生什么事。选手一，元大台湾50 0050， 0050代表的是大盘波动比较大。如果你选择单笔投入，假设2026年初遇到春节行情，市场涨了 5%， 你这10万元的100%资金都参与到了，直接获利5000元。如果你选择定期定额，分10个月，第一个月只投1万，同样涨 5%， 你只有1万元参与到涨幅，获利只有500元，剩下的9万还在发呆。如果0050整年涨了 10%， 这是历史平均水准，单笔投入会大幅领先定期定额，因为定期定额的后面几笔资金都是买在股价变贵的时候。补充一点，0050已经调降管理费了，这让长期持有的成本更低，对单笔长报更有利。选手二，国泰永续高股息00878，这个比较有趣。00878的波动比0050小，主要那是领息。对于00878这种波动低、领息为主的标的，单笔投入的优势其实更明显。为什么？因为00878不像0050会暴涨暴跌，你做定期定额想要等到大跌加码捡便宜的机会比较少，
反而因为你分批买，导致你前几个月领到的股息变少了，因为投入本金少。所以如果是为了领息，早点把10万块丢进去，早点开始生利息，数学上绝对是比较划算的。试算结论，在2026年初这个时间点，无论是0050还是00878，单笔投入的预期报酬都高于定期定额。差异在于0050单笔投入若赌对了，价差会赚更多；00878单笔投入则是股息能领比较满。讲到这里，数学答案已经很明显了，单笔投入胜率高。但为什么大部分的网红，甚至是你的理专，还是叫你定期定额？因为人性。虽然单笔投入有68%的几率会赢，但还有32%的几率会输，甚至可能一进场就遇到像2020年疫情那样的崩盘。如果你是那种看到账面亏损5%、10%就会睡不着觉，甚至恐慌杀在低点的人，那么数学上的胜率对你没意义，因为你会在终点前就下车了。给各位的最终建议：第一，如果你心中大颗，资金可以放5年以上，2026年初这10万，请考虑单笔投入，或是分3个月打完，不要拖太久。第二，如果你是投资新手，或是这笔钱是你的救命钱，拜托，请乖乖定期定额，虽然少赚一点，但那是你付出的安心保险费。记住，最好的投资策略不是报酬率最高的那个，而是你能够坚持到底的那个。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你今年的红包打算怎么投？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我是60秒懂财经，我们下次见。